各位朋友，天狂有雨，人狂有祸呀。这郑丽文那是真飘了呀。最近呢，他从美国回到台湾之后啊，受到了党内外大陆和台湾的这个口诛笔伐，那么他这表现实在是差点意思。我看呢，他呢也缺席了2场比较重要的活动可能自己也感觉没脸吧。国民党的4位重量级的县市长的候选人一块儿联袂站台，谁也不请他去所以说郑丽文现在呢还这个口出狂言，哎呀，这个见了习近平以后就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全飘了，你知道吗？郑丽文今天根据这个澳新社澳门月刊的报道，郑丽文说台湾不再像过去的小媳妇，也不是桌上的菜单，更不是大国筹码的棋子。台湾对自己的命运有主导权，台湾可以决定台海是和平还是战争，也可以改变东亚的对立对峙。你看这飘的没边没样了，已经是吧？好吧，郑丽文当了主席以后，台湾就不是过去的台湾了，就能够主导那个全世界的局势了。他恨不能这么说恨不能这么说，是吧？好吧，可是呢，哎呀，他还说了一句话，他说呀，赖清德连过境纽约都没法过，我甚至都想要不要帮忙讲话，让赖清德过境。赖清德过境美国，他说他要帮赖清德访问美国，不是，这上嘴唇挨天，下嘴唇挨地呀，那脸都没处搁了，对吗？这个陈辉文名嘴陈辉文19日在节目中痛批，离谱，很荒谬的你是什么叉叉啊？你帮赖清德讲话你以为你是谁？我也不知道这个叉叉是什么玩意儿你以为你是谁啊？你帮赖清德讲话，赖清德就能过境美国了吗？所以我就说他已经完蛋了。赖清德能不能过境纽约，不是你郑丽文能决定的，不是你郑丽文帮忙讲话能有用的，你太抬举你自己了，你讲会有用吗？大嘴呀，大嘴呀！这个事儿张亚中先生是个预言家，我看大陆的好多自媒体都把张亚中以前对于郑丽文的评价又全翻出来了又全吵起来了。郑丽文女士，你一直躲在反台独这个虚假的光环中，掩饰你对本党的伤害与你从未交代过的过往。你不是一个回头的浪子，而是一个选择性遗忘自己曾经炮轰国民党，却又在政党利益与个人仕途之间左右逢源、进退自保的投机分子而已。今天你站在这个舞台上，你不是来忏悔与赎罪，而是来夺取党主席这个荣耀的职位。你可以享受本党的包容，担任本党的高官，但我不能，我也绝对不会支持把中国国民党的党魂与灵魂交给一个曾经高喊推翻国民党暴政的人来掌握。当然，党员有他自己的权利，我也尊重。但是对于我这个党龄超过50年，一生都在呐喊重建党德跟党徽的基层党员的真实声音，也希望你们听到。朋友们，4年前支持我的朋友，请继续不要放弃，我们一起努力。各位，我不管你服不服张亚中，反正是我是服了呀。当初张亚中那说的简直就是预言呐！我刚刚听了郑丽文女士的谈话，我更感到痛心了。我们要主流民意，
政党的责任要引导主流民意啊。如果今天台湾的主流民意是台独，请问一下，中国国民党要团结在台独底下吗？各位，团结，国民党已经讲烂了，每个人都在讲团结。我告诉你，国民党今天没有办法团结，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核心价值，没有一个核心理念，都团结在权贵底下，都团结在当权派底下，制度随便可以捏来捏去。请问一下，怎么团结？你告诉我。英雄所见略同。我顺着张亚中先生的论述来问台湾同胞一句：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时候，征求你们的主流民意了吗？乾隆收复台湾的时候，施琅征求你们的主流民意了吗？日本侵略台湾，统治台湾50年的时候，征求你们的主流民意了吗？蒋介石败退台湾，占据台湾的时候，征求你们的主流民意了吗？好吧，回头是岸啊，看看郑义文能不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我看啊，机会主义分子改也难啊，名嘴赖岳谦先生都看不下去了。好，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刚刚其实有朋友问到有关于郑丽文哦。好，你要问这个啊，老婆？对，那就回应一下啊。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呢，接受《经济学人》的专访，强调国民党是追求和平的，但是不放弃自我防卫，维护台海和平就是守护台湾的民主自由法治。那么国民党支持提升台湾的自我防卫的能力。那么另外呢，就是他有强调的，我想大家比较好奇的是，他说到如果没有宣布台独那么大陆仍旧武力犯台的话呢，一定会战斗还击，一定战斗还击。好，就是这一番话要如何解读？这是在他结束了访美行程之后，接受《经济学人》这个外国媒体的专访的时候所谈到的。不智缺少智慧因为假设性的语言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说不应该说的我们政治评论者可以这么说，学者在学术研讨会可以这么说，沙盘推演做兵推的时候可以这么做，因为都是如果嘛但是政治人物不要去做假设性的语言，更何况是自己做自己的假设我把它称之为多此一举你为什么要突然间莫名其妙的凭空蹦出这么一句话说如果我们没有宣布独立，你要打我们那这个会不会发生没有人知道，那为什么你要突然间这么的说这个真的是不是很聪明的一个做法第二个，然后马上就告诉你说我的反应是我们一定反击，你代表谁？你代表国民党的那些党员，还是你代表整个台湾2300万人那既然是假设性的问题，你都不知道会不会发生，那你为什么先把它假定说如果它发生了我会怎么做？那你能怎么做？你能动员多少？你那个时候还在当国民党的党主席，或者是你还在政界里面有影响力吗？如果都没有的话，那你讲这句话是毫无意义的事。政治人物不应该讲假设性的话当有人在问你假设性的话的时候，你就说这是假设性的问题，我不回答，因为你是政治人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透过《经济学人》杂志，因为它也是仇中反中的一个刊物嘛，你透过它你来传达这个理念，你是有什么意思？你是向美国表达你的态度忠诚，还是向谁放出什么讯息，还是要向中国大陆下马威，还是要做什么事呢？你不是刚到大陆去访问，然后也访问的算是很成功，大陆对你也是高规格的接待礼遇
那为什么你要突然间讲这一些不适合、不适格、不适当的话呢？可以绕开，可以避开。如果今天是经济学人的记者问你，你可以回答说这是假设性的问题。我们一个政治人物不回答假设性的问题，我觉得你应该要这样回答比较好。各位，张亚中先生是个预言家啊，我也算是个小小的预言家吧。你看郑丽文来美国访问之前，我就在节目中表达了我的忧虑，是吧？我说那个，如果你见不到美国确定的那个高官啊，你最好别来，来了以后你就崴泥啊。果然如此了，朋友们，点个订阅吧，咱们下集再聊。